杀人了呀！鲁少主，大人郡主现在就想见您，这没法子呀。他说想见我就想见我，我还不想见他呢。川主有令，为了两川和平，你要舍身取义，杀身成仁。我不杀生，我不成人，救命啊！放我下去！这干什么去啊？给我解开呀！你们这帮，走开我！干什么呀？上官江，我警告你啊！我父亲不让我娶我心爱之人，非让我娶你，那咱们两个身上就背负着两川的同盟，而且我是新川少主，你不能对我动武，听到没有？杀人的！我叫上官静。啊，那字念静啊。算了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本少主的夫人，出嫁从夫。打今儿个起，你要对我尊重一点啊！你要干什么呀？如果真的要做我的夫婿，必须要举起我这杆枪；如若不行，两相罢手。你肯定是做手脚了，我就不上套。可以啊，那我们换其他的比。比就比，我还能怕你啊？我说开始就开始啊！开始！我还行，我还行，看到没有？我还行！哎呀，我还行，我还可以，看到没有？都给我站起来！食不言，寝不语。再让我发现你们吃饭说笑话，直接打板子！这位嬷嬷是？我是你们正式的教导主嬷，毕姓严。之前的嬷嬷对你们太过宽泛，自今日始，在我的眼皮子底下，你们都不得行差踏错，需以身作则，为天下规范。民间俗语道：“管住男人的嘴，就是管住男人的腿。”话糙理不糙，你们需用心修行，才能上得厅堂，下得厨房。郡主啊，你做的菜，天怒人怨。这若是新川女子也做出了这样的菜，怕是被休弃了80回了。这何止是把丈夫往外推呀，简直是要把丈夫往地府里送啊！你再说一次。郡主，你在丹川可以欺压男子，招赘纳婿，但这不是你的家乡。谁也不是你的亲娘，没人惯着你。嬷嬷，您过来帮我看看这菜吧，我这菜好像颜色不太对。对，我们的这个太淡了，不知道该加点什么。您来看看。对呀，这个好像要看着呢，这个好像一个个都护着是吧？以为是姐妹情深，新川本就是男子主事。你们若不在内院书堂把道理学明白了，都不配给人为奴为婢。嬷嬷，您这话说的些许过分了，不仅侮辱了郡主，还侮辱了做奴婢的人。拿钱务工也是有尊严的，不能这样随意欺压。再说了，不会做饭学就是了呀。您是嬷嬷，更应该传道授业解惑，而不是这样随意打压人。你顶撞我！我就是讲道理啊！闭嘴！
你个既传来发配给人做小的，也敢与我犟嘴？郝家还护着是吧？好。我教授他们为人妻的道理，他们可好，把这么大一颗白菜塞进我嘴里。嬷嬷，你误人，哪有这么大呀？你看，他承认了吧？他们就是把白菜塞进我嘴里了。菜是我塞的，连坐别人算什么英雄好汉？你们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都给我打，打够20板子！太不像话了！你看看，这些小狗儿，塞我嘴里呀！打完了，这么大一怎么样个白菜，疼不疼？疼坏了吧？你不也挨一板子吗？背上疼吗？我不疼，你看你站得起来吗？郡主，他是没挨打吗？习武之人，身体硬朗。少主到。怎么还想请家长呢？六少主真的应该好好管教侧夫人了。若让李氏恃宠而骄，无视新川规矩，日后必惹出大祸。嬷嬷深知内院女子不易，何必如此为难呢？上官，上官，未打了，走这么快？你等我，等我。哎呀，你听我说呀，我背你，好男人绝不会让弱女子孤独前行。上！来，我你，不是那种江太真啊！你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好家，好家，哎，这给你。你没事吧？你也没事吧？好。哦，我不用，我没事儿。你还是给上官吧，他看上去挺坚强的，但心里委屈着呢。没事，我还有呢。真不用，谢谢吴少主。那行，那你回去的时候你小心点啊。哎，不是，哎呀！哎，走吧，晒会儿太阳。侧夫人这次可闯了大祸了，严嬷嬷上报了内务府，连六少主也跟着连坐，不光罚了月钱，还要罚归宗祠呢。也坐。好。玉嫔御长，把我的纸笔拿来。好。来，侧夫人。侧夫人，您又要写家书啊？我知道我写的信寄不出去，你们都会交给苏慎的，但是我想有个念想。不是，侧夫人。不用解释了，我们都是在别人府上求口饭吃的人，都不容易，我理解。不是，侧夫人，您的信我们本来都藏好了，要找个机会带出去的。你说主子要是知道这一封封家书根本就寄不出去，会难过吧？所以我才跟你说，别告诉他真相。他刚入府，且傻乐一日是一日吧。可谁知那日苏总管突然查寝，把你的信件都给没收了。我和玉嫔害怕，才没告诉你。谢谢你们。我原以为来到这新川，无亲无故，也没有依靠之人。谢谢你们待我这么好。我今天犯下大错，
或许要移民抵债了。这信送不出去，遗书总可以吧？午饭大计，或许准备8日抬棺，才够气势。也是猫吗？你才是猫呢，走路都没声儿的。照你这么写，得像猫一样有9条命才够抵债。听说你被扣了月钱，还被罚跪了宗祠。对不起啊。钱确实扣了，罚也确实罚了，但这不是你的错。你真这么想？小的时候，我在私塾、爬树、打槐花，我娘被请过去了。结果，我娘却跟先生说，不能扼杀孩子的兴趣爱好。哎，你干嘛？哎。别动。其实那次没有打到槐花，反而摔伤了腿。我回家，我娘也是这么给我擦药的。你真像我娘。我的意思是，你的感觉像我娘。一会，哎，你这手碰我脚了。哎，自己擦吧。哎，少主，哎，我不介意。少主，我介意。这人。胡少主啊，下官斗胆问一句，您这是怎么弄的伤啊？我打的。水。他的意思说他打的水，我怕太重了，我就帮他拎，结果不小心摔了。这伤看着不像是摔伤的呀，倒像是驴踢的。要不说太医就是太医，好眼力呀！我这摔了之后吧，正好过来一头驴，咵嗒给我一脚啊！你，胡少主啊，这鱼伤过2天就好了啊。那个，那下官先告辞了。好。这边请。你要没事，我们先走。哎，别，上官，你听我说，哎呀，听我说你脚是不是还没涂药呢？我不用。行啦，你功夫再高，脚上了也得涂药啊！来，坐，坐。哎，给我，哎，你给过别人的就不用给我了。哎，别，我给谁了我呀？你都给我打成这样了，我还照顾你呢，你就不能温柔点儿？给我！哎呀，
郝家就不会这样。哎呦！你想娶郝家你就去娶，你娶不了就把嘴给我闭上。想让我变成他那样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下辈子都不可能。我没。郡主，你都还愣着干嘛？把这些东西全都拿出去，值钱的东西全都兑成金子捐了。还有这个。是。动作快点啊！上官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们听说丹川遭了水灾，想你肯定要家里寄东西了。我也没什么好东西，这些首饰你先收着。还有这些，这是我和姐妹们一起捐的，你也一并给送走吧。这么多，死老三有的是钱，给他用了不是白瞎了，不如给丹川的百姓们。哎，平日里他也没少打赏我们可不想穿金戴银的给他看呢。我代丹川的百姓，谢谢大家。你也别太担心，听说新专主已经增派人手，也拨了钱款，等物资一到，一定会慢慢好起来的。思思，我。我也想捐一点儿。够吗？你把丹川郡主给气走了。费西诺还是知错了。你们才成亲多久啊，就把人给气回娘家了？你是怎么做到的啊？你知不知道上官家的姐姐是丹川专主？还是知道，还是不是故意的？行了，别吞吞吐吐的了，快说呀！啊，其实那一天，哎，我还有一个这个不情之请，不知道能不能答应？说，就是。是这样，是什么呢？就是说，你能不能同意我这个拿钱？我就拿一个，我们两个单独过，然后你自己过，你想怎么高兴你怎么高兴，绝不动摇你的位置，行不行？行啊，真行！吓死我了！你太痛快了，上官，太讲义气了，我跟你说。哎，你不知道，当时啊，川夫人给我物色了2个燕川的女子，哇，那真的是，哎呀，怪不得都说呀，是女子最好嫁的地方，个个都跟郝家一样，哇，那是温柔如水呀。还有一个银川的姑娘也不错，说话声音软绵绵的。哎，要不然跟要，你想纳妾是吧？我，哎，你现在就给老子滚，给我滚去纳妾，那晚24个老子打断你的腿！这就是那天发生的事。逆子！你现在就滚回丹川去，尽快把上官家给哄回来，哄不好不许回宫。是。若是惹怒了丹川主，引起2权征战，孤拿你试问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新川主敕令，念6少主承办中秋宫宴有功，德行昭昭，故着6少主尹真协同5少主前去丹川，息丹川郡主雷霆之怒，以免徒增2川争锋，不日启程。儿臣接旨。主上还有言，
眼下丹川的水患治理已经完成，百姓的生活也已恢复日常。六少主正好可以过去看看情况。是，我还有一事强求，这券盒理应有女眷相陪。望总管带我觐见，请主上解了济川李氏的禁足，让他随同我去。主上英明，早已想到此节，言明六少主若有此意，那便这么办。谢主上。告退。没想到五少主刚成员不久就闹出这么大事。收拾行囊，去丹川。是。哎呀，还得辛苦六弟妹陪我跑一趟。你这刚新婚不久就想着纳妾，这色字头上一把刀，你这可是一杆枪，你真了不起。你行啊，是提了一嘴，没想到一句话把我自己送走。上官今儿被气着了，吴少主去劝劝他就好，以后也别这样了。他一个人在新川很不好受的。是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妹，你把我行李放上去。哎呀，那就这样，这一趟我就当是去远游了。咱们一起去丹川打马吊、吃辣菜，感受一下坠玉之乡的风情。出发！哎，这，哎上我。哎，走。哎呀，哦，丹川这个蛮荒之地，还以为一路上游山玩水，结果连个铺子都没有，总算有饭店了。哎呀呀呀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来，请坐，请坐。哎，小二，哎，快！哎，要点什么？给我来一个白玉无瑕。什么？这外面不叫白玉无瑕，馄饨啊。他要一个抄手。抄手嘛。内运书堂的时候，静静教过一些丹川话。哦，抄手啊，有是吧？有就行。再来一个内有乾坤，是吧？包子。小笼包。小笼包啊！啊，最后再来一个这个玉液琼浆，赶紧上，快饿死了。那不是你说什么？我怎么这姑娘她到底在说啥呀？你得翻译一下。他应该是想喝酒。不是酒，不是酒，哎，就那个白的，那个稠的豆腐脑儿。哎，豆腐花儿。哎呀，豆腐花就豆腐花嘛，还玉液琼浆，我还以为是你的脑花嘞。他怎么这个态度啊？在院子里的时候，从没听过这些乱七八糟的菜名。这名字太故弄玄虚，我就让宝强改了。哎，来了，哎。哎，小二，不对，我们要的不是那个馄饨吗？这就是馄饨嘛。啊，他们这个馄饨就这样，这里叫红油抄手。请，你先来。反正是馄饨是吧？是。哇，哎呦，辣！哎，不行，哇！来，你尝尝这个，这应该够辣的。哇！喂，红的，我以为这红糖的是辣椒，这是。你怎么豆腐花他们也做辣的呀？吃不来就不要吃，男人吃不来辣子，生不出女子啊。这包子白的应该不辣。对，包子不辣。
新川还真是不一样，女子们都自由自在的，上街也不用戴木梨。辛苦你陪我跑这么远。我爹爹跟我说过，人应当行万里路，看看别的地方的人是怎么过日子的，然后取长补短，过好自己的日子。小婷来啦！哎，妹妹小心一点。谢谢苏总管。哎，不客气。啊，丹川宫建于水上，车是进不去了，只能坐船入，所以辛苦二位少主和侧夫人，咱们走2步啊。行行，那快，赶紧进宫吃饭，我都快饿死了。走。哎，好热闹呀！早在《九川异闻录》中看到，说风平浪静之时，丹川的男女就会在水边嬉戏，果然是真的。看来水患已经解决了。那是自然，那少主亲自出谋划策，哪有不解决的道理啊？少主英明神武，药到病除，手到擒来，圆满成功。胡言乱语，语无伦次，真应该送你去上学。苏总管说的没错啊，少主是认真的思考了，在这里受灾的群众需要什么，所以才想出的解决办法。就是嘛。哇，哎呀，该说不说，这儿的姑娘是真水灵了。哎，你看这边。今天一个都不许走，必须给老子血战到底！这什么人？这是太吓人了，这。让你妈呀！太凶残，太残忍了，这人。啊，夫人，我们知道错了。你们几个也不回家做饭，让老娘喝西北风啊！老六啊，不知为何，我来到这儿感觉膝盖发软。早就听闻单纯的男子都是怕老婆，以照顾老婆为荣，忤逆老婆为耻。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我是感觉这有一群上官英，你知道吧？这第一个这就是我说这我不行，我得回家，我真的。哎，我放二位少主请留步。我给你哪儿？谁呀？不知道。在下丹川上宫司徒景，特奉主上之命前来相迎。哎。主上，新川来的一行人已经进宫。进宫了又如何？姑的妹妹，不想回去就不回去。姐姐，但现在事态严重了，新川主派了2个儿子过来，我要是再不肯回去，那不是把你架在火上烤吗？什么九川和盟，就是牺牲女子来维持关系。姑已经决定了，3年后所有丹川女子都不参加选拔。姑护得住他们，还护不住你吗？姐姐，丹川屡遭水患，我就算再不懂事，我也知道，这个时候正是需要新川帮助的时候。3年啊，时间太长了，咱不能现在就跟新川对上啊。丹川再弱，也有九川最强的水师。无论如何，新川也要忌惮3分。你不用管这些，只问自己情愿不情愿。你若不愿意，就算那新川主亲自来了，姑也护得住。不是，我坐哪儿啊？
你总不能让我坐那个位置吧？那应该是你们川主坐的吧？不是，我总不能站在这儿吧？我连个座都不配有吗？你们这太欺负人了吧！丹川主到。各位远道而来，不必拘泥，坐吧。给这位也找个座吧。今日诸位舟车劳顿，我们准备了丹川的火锅，请大家品尝，请慢用。不是，他们都是鸳鸯锅，为何我偏偏就是这个呀？五少主乃我丹川女婿，自然要入乡随俗了。孤特地命人准备了静儿最爱的牛油果，请少主品尝。这些菜只是看起来可怕，其实挺好吃的。可能丹川主就想考验一下五少主，你不要太担心啊。这第一道鱼目，最适合有眼无珠者食之。这不难吃。第二道黄喉，乃牛的心管，在我丹川，负心薄幸者有如此牛。嗯。姑看这些菜很合少主口味，给少主最后一道。这什么呀？这是？这是猪脑花。若丹川女婿博待夫人，我们也不介意试试人的。既然丹川主让我们回来等消息，你就别担心了。今晚还是我睡榻上吧，你是东家，没有伙计让东家睡榻上的道理。好像也没有伙计跟东家睡一间房的吧？这不是五少主在吗？还是睡一间房比较周全，万一传出去，惹麻烦就不好。好了，还是我睡吧。还是我睡吧。明日还得进宫，看丹川主的态度不太好应付，有的周旋，你好好休息。丹川是九川之中唯一有夜市的，你要不要去逛逛？好啊。哦，好啊！哎呀，哎呦我去，我也去！哎呀，走吧。你要是不舒服就早点休息吧。老六，听我说，跟哥哥说一句是这样，我是这么分析的啊。你说咱们日子过得这么苦，咱们应该趁活着的时候好好玩一玩，明天不知道发生什么，对不对？再说了，我都已经拉空了，再拉我怕我饿死在茅房，太丢人了。吃点东西，李贝，走，对吧？要拉也得有东西啊，走。哎呦，好多人呢。你这也太多了。还行。对。哎呦。
来了。啊！我去趟茅房了，你们转转等等我。哎呀，让一下。谢老板。吃好再来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水果冰粉味道好得很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水果冰粉味道好得很。哎，你们要点什么？老板，我要一份桂圆冰粉，然后几个橘子。哎，橘干随便找。你要吗？哎，这位兄台，你怎么能让夫人给你剥橘子呢？就是啊，这身为赘婿，让夫人给你剥橘子，简直是耻辱。你误会了，他不是。不是什么不是？好好看着，我给你露一手，怎么疼夫人呢？学着点儿，好好看着。老板，给刀一用。来，请便。果盘来喽！看着没？夫人，请慢用。哎，这也太精致了吧！你喜欢？你夫人一看就很喜欢呀，还不赶快学上一学？对呀，这都是最基本的技能，这个都不会，怎么讨这老婆？我来丹川这么久，还从未见过你这么差劲的赘婿。真的是，完全不知道怎么做赘婿，还不给夫人削个苹果？这么点东西不懂吗？各位，多谢你们教导我家赘婿了。我们现在有事儿，就先走了。哎，少主，刚才是我僭越了，我不该说您是赘婿，您不要见怪啊。他们虽然说话难听，但却是真的疼爱夫人。要是相爱的话，好像当赘婿也没什么不好的；如果不相爱的话，就算是皇命，也是难将就的。我变脸哎！南风邂逅云露，月光轻唤红烛。目之所及，不过寻常一幕。为何心有恍惚？为何又踌躇？怕你从我眉目看穿幸福。语不尽，言不无，心生几分情愫。话不满，情不露，何处倾诉？眼眸中所述。此时已千言化为风，万年散为雾，往昔写为书。你我心若相知，又何须再多笔触？万千思绪不知归途，情深无觅处，心意无旁骛。唯愿二人一心散，残四季共度。坐下。小刘，你这身子你还逞强。
就上官记输的变脸吗？太热闹了。我去前面等你。啊？干嘛去？丹川主敕令：丹川女婿以其满腹污秽，口无遮拦，十恶不赦，须经夫公考教，方能得见郡主。酌请即刻入宫。哎，敢问女官大人，什么叫夫公考教？哎，对，那是啥玩意儿啊？啊？我们有夫容、夫颜、夫德、夫公4项来考评男子的德行。夫容，顾名思义，就是指容貌。武少主明显不成，又在夫颜、夫德上令人失望。如今唯有夫公1项尚能挽回。这夫公首项便是赢牌。丹川男子若不能在牌桌上赢钱，便算不得是有本事的男人。武少主，请吧。子墨，糊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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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三位，碰了。哎呀，不是，打错了，打错了，毁牌，牌品不行。三妹，高。呀，不会算牌，脑子不行。发兵，要不要啊？磨磨唧唧的。要这确定？我想想，我再看看。临场点炮，人品不行；牌桌犹豫，格局不行。你这牌凑不成了，该打7对的。他们这是在替他作弊，能行？你吧。另外。8万，4兵，9万，5万，5万，9万，3条，1兵，7兵，7兵，5兵，3条，4兵，7兵，7兵，8条，7条，3条，9万，1万，5条，4兵，6击。我知道。救命！哎，我糊了！我起脚墩啊，自摸糊了，都得给啊！快给筹码，3家都给啊！哎呦，见到回头钱了。那是6少主尹征。是。如何伺候好夫人，也是我丹川赘婿的必备夫功。才啊，则是伺候夫人的重要技能。坚持，老苏，坚持。苏珊，老苏。苏总管，少主喊你呢。啊！各位姑娘若是喜欢，日后常来我丹川享受便是。你说啥呢？哦，好。啊？月钱没了。啊，他手法不行，是吧？武少主可小心着点儿。从前有人采耳石弄疼了我，
我可是打了他半年都没下得来床。这样的都。啊？吴少主，你与他们几位一同制作辣椒油，让郡主盲选，若选中了你的，便可与他见一面。怎么可能呢？我本身我就有气管炎，我上次炒个辣子，差点没把肺咳出来。你这分明就是为难我。你们新川假借合盟名义，取走我们郡主，又不好生待她，这才是在为难我。此事是我们的不是，我们接受。接受哈。行，只要你们川主能消气，我接受。到现在，你们想的还只是让川主消气，可真是活不明白。这什么意思呀？那位女官说我们活得不明白，是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只想着完成任务，讨丹川主的欢心。但我们来到这里，是让静静回心转意的。吴少主，你将心比心想一下，虽然你不怎么喜欢丹川，但这里是静静的家，这里以女子为尊，她在丹川活得逍遥自在的。可是去了新川，就只有她一个人了，每日与她相处的也只有你。可是你待她好，却只是为了纳妾，她能不伤心吗？其实他们也并非是要折磨你，只是想告诉你丹川女子是如何生活的。你想啊，你在这里不自在，那上官静在新川不也是一样吗？这5份辣椒油，还请郡主品鉴。辣子馅的。你既已知道哪一份是他做的，也同样意味着你可以不选那一份。丹川主敕令，虽则严明，郡主点中新川5少主所之料品，责令夫妻2人相见。今郡主确已责定5少主，然贵川少主德行有亏，川主特收回成命。不是你们这就耍我呀！哼，吴少主，姑就是耍你了。你本心有所属，自己不知争取，竟然在中秋之夜对姑的妹妹曲意逢迎，她如此高兴，你竟然是在耍她。就为了那个妾填补内心空虚，你就这么耍姑的妹妹，姑自然要让你尝尝同样的滋味。丹川主，这可是敕令要给我们新川主过目的，你如此儿戏，是要让我川难堪吗？六少主，你我都心知肚明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若上升到两川层面，你以为我丹川会怕吗？丹川主慎言，我川对贵川的重视，你也都看到了。但如此出尔反尔，这可不是一川之主所为。你们以为的一川之主是可以为他人牺牲自己人的利益，而我丹川绝不是如此。护不住自己人，便不配做这一川之主。
那丹川主的意思是，想让我五哥和郡主和离？若五少主并非是能让舍妹开怀之人，和离或许对谁都好。岂有此理！岂有此理！祖宗他别这样行不行？哎呀，您自己做事小人拦不住，您不能连累我们家少主完不成任务啊！你放心，我绝不连累六弟，你就跟他们说我离家出走了，你让主上通缉我去吧。怎么就通缉你？你别去，不是去躲开！哎呀，谁干？哎呀，你把五少主快刀啊！不对，五少主，你也不能这么不管不顾的呀。你走了，别人怎么办啊？那我怎么办呀？我怎么办呀？你丹川主再这么折腾下去，我活不明白了，我呀！少主，您得这么想啊！你说您这一走，这两川肯定就闹不和了，那闹不和就很有可能就打起来。只要真打起来，那您就是千古流芳了呀！哎，行了，打不打仗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哥，我支持你吧。不留我，你前脚跑，我后脚把你撞下过来，也算是给弟弟铺路，但有可能会被傅婷打断双腿。但你走不了的路，弟弟帮你走，也不妨碍你纳妾。你现在就跑，这腿的！五少主，你说你这么大个人了，怎么还不懂事呢？到底为什么来到这儿呢？你贵为少主，不是更应该为两川之间的和平着想吗？我知道你跟上官没感情，我也不喜欢六少主啊，还不是为了季川留在这儿了。我的意思是，我配不上您，您也看不上我，真是委屈您了。说哪儿去了？我的事儿怎么弄啊？我没有顾虑，他没有顾虑，说到底还是为了想出口气。我们列一个字据，直接找丹川主谈一谈，字据写的诚恳一点，要打要罚都认了吧，这样或许还有救。能行吗？这样。主上，新川六少主求见。丹川主，六少主有话，不妨直说。这门婚事是两川合盟的凭据，因为郡主撑腰，无非是想让他回到新川以后好过一些。但在下斗胆揣测，丹川主不满100年合盟久矣，也想借此机会向新川示威。你凭什么这么说？每3年九川大选，丹川多找借口推诿，唯有遭遇洪涝天灾，需新川施予援手之时，才会忍痛将适龄女子下来。丹川对女子一视同仁，不忍让平民百姓受苦，而这份责任往往就落在了丹川主您家人的身上。没错，轻视女子之地，视女子为物，用以交换、牺牲、抵押。我丹川绝不是如此。何况此次是五少主的行为折辱了我丹川的颜面。就算姑答应让静儿回去，恐怕姑的水师也不会答应。丹川遭遇洪涝，幸得新川施予援手，而其余7川亦仰赖新川。这一旦引战，丹川恐孤立无援呀。你威胁姑？在下不敢。那你我都清楚，和平对所有人都有好处。这100年合盟，不可撼动。我只是想和丹川主做个交易。交易？什么交易？以婚约立定合盟的规矩不是不可更改。
现在不是时机，以后却未必。我愿给丹川主一个承诺：若有在下说话的一日，必定会革新这不合理的和亲旧制。六少主很善纵横之道啊。不过姑凭什么相信你？你始终是新川的少主，难道还会为我丹川考虑不成？不单是为了丹川，而是为了九川。和亲往往强人所难，与其成为怨侣，倒不如以利为凭。如今外川重伤，以生意为纽，难道不比婚姻更加可靠？时移时易，新川若一味守旧，就枉称新川。六少主，姑没想到，你竟敢在丹川如此直言不讳。我与丹川主本就不谋而合，直言又何妨？此外，若郡主肯回新川的话，我们一定会约束五哥，不会让他再受薄待。在下言尽于此，还请丹川主思量。午后，姑会与舍妹在教场演习射艺，教导兵丁。多谢丹川主。没想到他这么厉害。经验吧，是不是很后悔以前没好好对他？我就感叹，以前他打我大概只用了30%功力，不然我现在估计坟头都长草。射真不错，上官，不是上官，上官，跟我说，上官，我好不容易来的，上官，哎，上官，哎呀，上官呐，你这听我说一句吧，你说我过来好不容易才见到你，我都已经立字据保证我永不纳妾了，你就原谅我这回行不行？不知道我为了见你，我过不过斩四将，那些东西我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，我全都去弄了，我怎么城主会有这一我都没有。我给你抱一下。哎呀，哎，这么结实什么呀？哎呀，哎呀，姐姐，你别这么吓他，他不惊吓的。静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放心吧。你要干什么呀？你过不过分啊？我就是来见见他，怎么？你还想要我性命不成吗？我丹川的郡主，岂是你想见就见的？除非你经过我们的考验，来啊，比射艺。啊？若你赢了他，就让舍妹再给你一次机会。怎么，不敢吗？他敢。我敢什么？我不会呀。不会学啊？学什么？我现在来得及吗？不如由我带兄长，比试如何？此事与你何干呢？怎么没有关系？我俩一奶同胞，血浓于水。我五哥确实不善射艺，即便您的女官赢了，这也胜之不武。好，既然六少主下场，就让姑亲自与你比试一番。请指教。但要射船吧。
哎，这就是船把呀！那这么近射，我觉得我也行，我来。谁说要睁着眼睛射箭了？啊？玉佩下面系有铃铛，听音辨位。我。还是你来吧。你行，你来吧。这时候分什么你我呀？都什么时候了？我相信你啊，加油！六少主，承让。哎呀，六少主，请吧。别紧张，输了就是输了。六少主可要愿赌服输啊！等一等，怎么会？六少主的箭射中了玉心。六少主，是姑输了。丹川主承让，那可否给我5哥一个机会？姑自有安排。长官，你怎么那么厉害呀你啊！你这肯定是背着我偷偷练的，我没上的骑射课全让你上了，是不是？你自己不努力还怪我？恭喜少主！还有一套了啊！走。来，多吃一点儿。哎呦，这个豆腐好好吃啊！还吃得惯吗？辣吗？觉得？有一点点，但是能接受。你这个手真的没事了吗？没事。其实我现在有点矛盾，我这次来，本来是想劝你回去的，但作为朋友，我还是希望你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。虽然你姐姐说六少主赢了的话，就让你给5少主一个机会，但他又不是第一次出尔反尔了。如果你实在是很勉强，仿佛听见有人在议论姑。丹川主，不必拘礼了，坐吧。姑听静儿说，你是她在新川的第1位朋友，姑要多谢你。吃吧。
这个牛肉特别好吃。其实我这次来丹川感觉特别好，特别亲切，像回到我家季川一样。在我们季川是每个人都是按照自己的心意选择伴侣，只不过我爹爹官太小了，我只能被迫嫁到新川。被迫？你的意思是，你本不愿嫁给六少主？当然，谁愿意嫁给一个自己不了解的人呢？哎，那所以我们是？哎，是，咱俩都一样，婚姻不过是一场营生。那姑可以下旨，让你留在我们丹川招赘。这个主意好哎，我们2个人至少有一个可以脱离苦海啊，是不是？不用，六少主这个人还是蛮好的，我俩相处的像朋友一样，而且他从来不勉强我们俩做夫妻，所以我过得挺好的，多谢丹川主的好意。快吃吧。哎，上官英怎么说呀？他还是没说愿意。不是咱们不都过关了吗？老六射箭不都赢了吗？怎么还不行啊？怎么这样呢？这帮人呢？吴少主，如果你只是因为新川主的命令，才想带他回去的话，对他也很不公平。你应该问问自己的意愿，愿不愿意和他继续过日子。我，在我们丹川啊，我们会一起吃火锅、打马吊，可开心了。虽然我们丹川是女子主家，但是我们生活过得非常安逸，根本就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可怕。我也没不愿意啊。哎呀，有点热，这个房间。我出去透透气儿啊！哎，你们聊着，太热了，燥热。其实五少主和上官还是很有可能的嘛。哼。我们六少主射艺这么厉害呢，我都不知道。你书拿反了，根本就没有在看书。哎呀，我是不是哪里做错了，让你生气了？如果不相爱的话，就算是皇命也是难将就的。我也不喜欢六少主，还不是为了季川留在这儿了。六啊，六，哎，丹川工人又来了，赶紧看看去吧。来了啊！丹川主敕令：若两川合盟，并以婚约为凭，则呈请新川六少主入赘丹川，嫁与丹川主，成两川100年之好。什么玩意儿啊？我跟你说，56我还认识的啊。不是，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？